好，各位，我是 Tim， 我们几乎每年都会来和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工作流，因为我们在不断的演化我们的节目。那比如今年剧多多这个新的栏目，我们有了综艺的流程，算下来我们一年会更新150期左右，多种多样的内容。那对我们内部来说，今年真的产生了很多挑战。我们希望能从组织架构、编导、拍摄、后期这4个方面来和你分享一下我们今年的经验。那要注意，我们真的不是想来嘚瑟什么，真的很多就是失败的例子得出的一些结果来给你做个分享。如果你想作为博主的话，你有可能会进入到类似的环境之中，所以希望能对你有些帮助。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首先我想来介绍我们的组织架构。我们公司其实有很多业务，有这么多的部门，但是主要做内容的是这些，互相协作最多的就是内容部、企划部、运营部。那一般就是一个视频，内容部编导在讨论之后给出一个创意，再由企划部来匹配制片，来执行拍摄，还有所有的后期，最后由运营部来完成节目的投放，还有整体的复盘。那为什么要采用这样一个架构，而不是像常规的那样由编导和固定的摄影还有剪辑师来协作呢？我们以前真的试过，但是产出节奏不一致，很多时候那边已经起火了，在救节目，这边却闲得要死，真的不是一个好的协作逻辑。于是我们改成了一个企划部的逻辑，本质上在很多大公司里被叫做中台逻辑。那这里面包含了我们的所有技术工种，制片、摄影、剪辑、动效、调色、音频等各个部门的专家都在这里。那每次一有新的项目，我们会有企划部的主管义军来根据内容的需求来匹配最为适合的人。那有的拍摄需要高速摄影，那么会调专业的高速摄影师来进行辅助；有的需要航拍，那拥有执照这个专业飞手就会被调进这个项目里面。这样我们可以动态的确保每个项目都能匹配到最为合适的人，而不产生太多的资源浪费。但是也有一些门神是我们公司各个项目里面它都会出现的，比如说我们公司的调色师青青，比如我们的混音师高乐高，这样我们最终产出的硬标准会始终保持是一样的。我们尝试的这个路径叫做分段专业化，那结果好吗？我觉得这个周期运作下来还是非常有效的。以前我们频道经常会有这个换人的动态，说我们视频出问题了，但现在整体来说现象已经大大减少了。但这个方案有缺点吗？当然是有的，没有方案是完美的。我们发现一点，因为每一个编导、制片、摄影、剪辑它都不固定，这样会经常导致刚磨合好一组人，另一组人又被调进来了，难免大家会有个互相认识还有接触的过程，在项目紧急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步调不一的状态，或者准备时间不够。那于是我们今年又开始对我们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分化，进行小组制试点。那当前内容部被分为了5个组：影视内容组、科技组、一点点不一样、剧多多，还有商业组。这本质上分别代表了影视、科技、自然科学、综艺娱乐，还有商业内容。那这是5个完全不一样的制作板块。我们在一点点不一样尝试了一个自治区的逻辑，他们组内足够强，所以会绑定固定的摄影还有剪辑，这样能有更长的时间来做特种影像的磨合。那比如拍芯片、拍日全食这些东西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测试。目前一点点这个组几乎脱离了我们别的部门体系，除了内容方面会和我有比较紧密的交流之外，制作流程还有他们组内怎么上班都是他们组内来定义。无论是显微拍摄还是水下特种拍摄，他们都可以自主决定。比如像他们觉得需要潜水证，那公司就把他们整组人送去考了全水域潜水证，每个人几乎都会，以备不时之需。所以通过这些调整，我们的组织架构有了变化，产出效率确实高了一些，能给你一些参考。那我们现在来讲讲对于内容的理解，我们怎么样确保各种不同板块的选题能够有人看，那就进入到了编导环节。首先我们先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同一个事物有的人讲就是有趣的，比如有的老师就是讲你爱听，有的就是不爱听。那观察下来我们发现，这在于你对于一件事的理解还有它的切点。首先我们现在有足够的调研，足够理解事情的本质，但是光讲理论是极其枯燥的，重点在于你怎么去包装这个理论。我们内部创造了一个理论叫做壳理论。比如我们直接讲一期什么是摩尔纹，衣服上这个纹路，那可能你不一定爱看，点进来的人本身就很少。但是如果我们为它装上一个外壳，比如为什么泰勒·斯威夫特的演唱会它没有摩尔纹，我们确确实实去了他演唱会，也发现了这个现象。那这个时候你从一个大家有共鸣感的生活点入手，再来讲明白其中的道理，这点进来看的人就会多很多。有多少？像这个摩尔纹视频，它获得了400多万的播放量，受众比正常会广很多。这就是一个壳的力量，即便你里面的东西差的并不远，但这个壳特别重要。所以如果你想做一期视频，我很推荐你先想清楚一个问题，你到底想讲的底层的东西是什么，再去思考到底有什么壳是和观众觉得有关联性，他们想点进来看的。
那理论上这个壳应该和你的标题完全是对齐的，你应该在做视频之前先想好这个标题，它是这个壳，再去做视频，而不是先做了一个很笼统的视频，再来想我的标题也许应该叫这个，也许应该叫那个。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那这听着很简单，但是说到底是借用国外那个很有名的 Mr. Beast 野兽先生的一句话，如果人不点他就不看，就这么简单。那虽然壳这个理论帮助我们很好的做出了内容，但是我们也很快发现它有它的局限性的。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现在坐下来讲话这种相对可控的知识性内容，它很适合这个壳，但是一旦我们遇到了充满随机的内容，它就会露馅。那比如说我们的综艺剧多多，比如我们的 vlog， 你本身方向就是飘忽不定的，那怎么可能在前期就决定好切点呢？所以我们对于内容进行了分类，我们认为当前互联网内容大致可以分为2类，一种叫做讲述类内容，比如科普、评测，那另一类则是现场类内容，大家对着镜头表达，没有逐字的脚本大纲，像 vlog、综艺、旅拍都属于这个范畴。那这2类内容的差异是巨大的，我们发现很少有编导能够同时搞定这2类内容，因为一个是尽可能缩减不确定性，另一个则是疯狂的增加，相当于一个是 MBTI 的那个 J 人，一个是 P 人，没有好坏，但确实区别巨大。那讲述类内容讲究的是精准，先精准后有趣。那比如我们 iPhone 16 Pro 这期节目规划周期，你可以看一下，早的难以想象。在手机发布前2周，先开项目启动会，确定整个开头的镜头以及片尾线稿的方式，分配好所有的项目人员。手机一到，3个组立马开始测试，轮转拍 B-roll、样片，还有样张，这样才能做到准时上线。那现场类内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实，你越演，这观众越不喜欢，对吧？你不喜欢这种演的，所以很容易失控。我们一直在踩坑。那拿剧多多举例，虽然这些节目你看起来很轻松，好像是大家玩一玩游戏，但是当你要调动100个人来一起拍摄，还要一遍过，没有剧本，这个对于导演组还有摄影组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是压力最大的一组人。那比如第一次的转椅大赛，我们光转椅护具的成本就花了好几万，但是因为赛制不合理，大家玩不起来，拍完我们就知道这个节目已经剪不出来了，即便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这个对于整个团队的积极性打击特别大。所以对于现场类内容，我们认为虽然你不应该有预设的场景，但是你可以尝试设定一些规则，无论是拍一个 vlog 还是做那些游戏还有挑战，你都应该先调研一下，怎么样能让身边的人嗨起来。但是剧多多，我们目前的方案就是先让一些人来试玩一下，我们观察大部分的反应来优化赛制，等到人多的时候再来策划怎么拍，这样会更可靠一点。那同样的，对于旅行类内容，我们发现虽然我们不想干涉旅行的过程，但是你可以每天写一份这样的导演日记，这样的话你可以大概明确你今天发生了什么，用了什么设备，有没有换麦克风，防止你在后期出现技术的问题导致翻车。那同时你在写的时候，脑子里面的思路在不断清晰起来，所以我真的很建议，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旅拍型的博主，每天写一写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对于后期剪辑的时候，光看纸这个粗剪的效率就会光速提升。那当编导工作完成之后，开心的事来了，我们进入到了拍摄还有执行的阶段。到了今年，我们的主要设备是 FX3、FX6 还有 Cine Alta B。那可能有朋友会问，你之前喜欢这种超高分辨率的 RED 摄影机它都去哪了？那答案就是我们发现目前观众更在意的其实是你的焦点有没有对上，并且视角是否独特。所以 RED 我们用来拍一些特殊产品的特写，这个效果不错。但别的时候我们真的在努力尝试让大家觉得画面有趣，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解析。于是现在我们团队有了像松鼠这样特种拍摄方案的人才。你会看到很多大的广告，像苹果这些，他们都有这种奇怪的视角，你以为是渲染出来的，但它是实拍的。那答案就是要依靠这些特殊的我们叫做 rig 的这些支架来实现它。那比如冲山这些画面，就是我们公司里像松鼠他们来研究的，给大家争取做一些不一样的视角。那现在拍东西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怎么样让别人第一眼觉得你的画面跟别人不一样。单纯追求清晰度真的会有个很明显的上限。那换句人话来说，就是我们得确保我们投入的精力和钱是各位能看到的。我觉得你做视频也许也应该吸取这一点，千万剔除掉自我感动，这是我这2年变化最多的一点。我们必须专注在让大家觉得有趣的画面上面。那如果要说什么画面的投入产出比最高，我目前认为
俯拍镜头的投产比非常不错，因为你的每一颗俯拍镜头可以留用很长的时间，视角也很特别，观众也能看得足够清楚，很适合用来讲解一些参数或者不愿意露脸的东西。那于是我们今年造了一个专业的俯拍间，那当然我们得说，这个我们是向那个 Linus 还有 MKBHD 这2个海外频道学习的，他们都有独立的俯拍空间，并且我们也注意到他们还会准备这种大的置景板，收集很多。于是我们公司的美术也吸取了这些经验，并且进行了迭代。我们准备了大量的储物柜，收集了很多的道具。当你需要拍摄的时候，就把这个板子放上来，放上对应的道具，搭配上对应的颜色，这个一下子这个效果就出来了。至于画面的背景，我觉得纯粹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投入产出比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基本上保证半年左右换一次景，就是像这个这不是抠像，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是抠像的，但是我们尽可能还是让各位觉得会有一些人味儿，这是我们的目标。那讲完了叙述类节目，现在我们来讲讲这个现场类的内容。对于现场类节目，我们的结论就是拍到比拍好要重要很多，和这种节目完全不一样。所以不管对于画面还是音频，我们尽可能会选择无感的设备来拍摄，比如 Pocket 3、Action Pro 还有 Ace Pro 这种存在感不强的设备，能让你在镜头前面更加自然地表达自己。对于路人来说也是很友好，没有攻击性。所以当前我们都会优先选择拍到中间的样片部分，再用好的设备来拍。那这综艺拍摄又是上面的一个变种，因为机位太多，比如捉迷藏、转椅、水枪大战，你会看到差不多有100台的机位，这很夸张。所以一旦数据混乱，这是灾难性的。那当前我们的方案就是给每一台机位装上充电宝，还有散热装置，防止关机，并且贴上对应的编号，统一放在这样一个小推车里面管理，这样可以对于嘉宾进行有效的设备发放还有回收。那虽然看起来节目只有这么半小时、1小时的拍摄时间，但是我们的编导和摄影会花1个礼拜的时间来研究机位的布置。我们要真实，我们要拍到，就得花时间去设想所有嘉宾会怎么行动，在每个地方都有机位在等着他。那有没有情况是嘉宾跑得太远，飞出了画框，要调整一下机位，但是摄影不能过去的？会有，所以说我们目前花了一些时间做了一个有趣的解决方案，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把大疆的 Pocket 3用一个网络协议的方式来控制它摄像头的转向，借助市面上已有的一些硬件，我们开发了一个软件，这样就能做到远程控制 Pocket 3的开关录制，甚至可以上下左右的运镜来跟随嘉宾，还可以变焦。那这其实是过去电视台你看这样一套大的电控系统的终极侯版解决方案，虽然画质低了，但是的确更方便隐藏了。所以将来也许你会看到我们有更多这样的节目，会像直播导播一样，几个人在控制室里面操控100个机位，自由的跟踪，这是我们的目标。但是饼，我先画一个，应该可以实现。那声音是我觉得比画面更为重要的东西，我们大部分的录音方案之前节目里面都有介绍，你可以去看一下。但是今年你会看到我们很多时候出镜会别2个毛毛，尽量做到双倍分，因为无论多强的无线系统都有可能在复杂的环境里面被干扰到。那叙述类的节目相对可控，我们会用2个腔式麦克风，再加上人身上的一个小蜜蜂来进行对应的保底，防止翻车。那外景的话，目前我们采用了1个人装2套不一样的无线麦克风，就这个小蜜蜂的方案。那其中至少有1套要具备内部录制的功能，也就是说，如果信号断了，它里面还能有一个保底麦克风的音轨，这样的话不会翻车。要是有更大规模的拍摄，我们还会考虑到特殊道具的收音需求，比如我们水枪大战那期，你会看到这里有个麦克风被粘在道具枪上，那捡枪的人就能收到对应的声音。那同时因为机位大幅度增加，大量的音频系统加入，我们也开始意识到为什么以前综艺机位上面都会有这么一个小盒子。那这个玩意我们讲过，叫做时码器。简单来说，就是把所有的时间告诉所有的设备，现在是第1帧、第2帧、第3帧、第4帧，这样在后期软件里面，他们所有人都可以同步，只要按一下，东西就能够对上。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就是很多相机宣传有内部时码器功能，你不要相信它最终都会跑偏。最理想的真就是外接这么一个小盒子，它价格不菲，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租赁，我们拍摄就会租一些。反正我觉得别的钱可以省，这个时码器真的很必不可少，这个预算该花几十块钱应该花，会让的剪辑师非常感谢你。后期处理，因为今年数据量大大增加，我们开始经常出现丢卡的情况，所以我可以讲一下当前我们的解决方案。我们仍然保留了之前封卡的逻辑，拍完之后一定要贴上一个标签，这个特别重要。我建议每一个喜欢拍摄的人都买一个标签机，你一定会需要用它的。但是项目里用卡的人太多，标签也会失效，
所以今年我们媒体技术部定制了这样一个自助借还存储卡的柜子，扫一下码，什么型号、什么规格，需要几张全都一目了然，就像是买东西和那种快递柜一样。那剪辑目前还是在我们的服务器里面进行的，所有人是共享一组素材。这样的话，比如像剧多多这种素材量很大的节目，2到3位剪辑师能在一个工程里面同步筛选素材，然后导演会在各个剪辑之间穿梭，来看各个视角的故事线，再把综艺的结构给一点一点搭出来。这真的是很难的一步。综艺客观来说，真的是我们目前剪过所有节目里面最为困难的一种，所以我真的很想向所有剪综艺的剪辑老师致敬，你们真的超级厉害。那剪完了视频，节目上线之后，就会涉及到素材备份。今年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除了把素材备份到这样一个硬盘之外，我们还会增加这样一卷磁带。那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我们在2024年用磁带来存数据呢？那答案就是便宜，因为磁带其实比硬盘要体积小很多，而且这样一个磁带库能装40盘12T 的磁带，一个12T 的磁带差不多在1000块钱左右，但同样大小的硬盘大概是2000多块钱，磁带能省接近1半的开支，而且速度它其实是不慢的，大概300多兆每秒，而且存储寿命非常夸张，能存30年左右不坏掉。但是缺点吧，就是磁带只能够顺序的读写，并且你要倒带就得倒回去。如果你要找一个素材读取单个文件的话，它速度会慢一点，没法在磁带上剪片，一点都剪不了。那我们今年另外的一个核心变化，我觉得很重要，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剪辑和编导经常不在一块，尤其是出国的项目，编导还没回来，节目已经要上线了，怎么办？那答案就是我们开始尝试云端剪辑工程。那比如像你会看到，像 Blackmagic Camera 这种软件已经支持你把素材传到一个媒体数据库，很多相机也都推出了上云的功能。我认为这个功能将来一定会普及。我们目前虽然没有用它来做过大工程，但在轻型上手节目里面，确实是应用，而且效率巨高。你拍一条，它会直接出现在剪辑师的工程之上，这样的话，你没有什么拷卡、什么传云盘备份的过程，效率超级高。所以像新闻类的内容，我认为云工作就是未来，也许只需要1-2年，我们就会见到它。但这也使得我们产生一个本质的思考，有很多朋友想加入我们很理解，但是地理位置可能不允许。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如果你擅长剪辑，我们将来可以通过云端工程的方式，仍然为你提供比较好的薪水，但是你可以远程来和我们一起工作，进行剪辑协作。我们明年也许会开放一些这种类型的云端剪辑师岗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参与一下。所以这些内容就是我们这段时间针对频道做出来的一些改进，不知道你觉得是否有用，可以在弹幕上打出来告诉我们。但是话再说回来，虽然我们现在更新频率越来越高，也尝试了很多全新的节目类型，但还是那句话，我们想做的是能够不断打动人心的作品。做视频就是我还有我们团队很喜欢的事情，我们希望把我们每年积攒下来的经验都分享出来，没有保留。这样的话，我们也能逼迫自己去不断的迭代和进步。所以这个视频就到这里，这是我们2024年的状态，希望能给你一些启发。如果你觉得有帮助的话，欢迎给我们点个赞、投个币、3个连、转个发，也可以发给你有需要的朋友们看一看，这能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